台风来临前，我好心收了村民上百吨橘子，可当我带着车队进村后，却被集体放了鸽子，还大骂我是个赚乡亲血汗钱的黑心肝。于是我二话没说，带着车队去了隔壁村，凭借着多年积攒的渠道，很快就把他们的橘子销售一空。而反观我们村的那些白眼狼，直到台风来袭，也依然没有卖出橘子。小金，你把大家叫过来啥事儿啊？这橘子还没熟透呢，出橘子得晚几天吧？我就是为橘子这事儿来的。过几天有强烈台风，可能会影响收成。我建议大伙儿在2天内把地上快熟了的橘子都摘了吧。我会尽快把这些橘子卖出去。大家都是一个村的，正好我现在的批发生意做得还行，能帮一点是一点。要是这些蜜柑因为接下来的台风而弄坏了，那大家今年的日子就难过了。村民们听了我的话后，没有第一时间感谢我的慷慨相助，而是面面相觑。我那些橘子红的还不是最好看的时候，现在卖会不会影响价格？金老板，那些不太红的橘子，你打算多少钱一斤收？不太红的橘子卖相没那么好，1块5收。隔壁村上次给我1块4，我都没去收。那就亏了。我们家的橘子不能提前收，谁知道台风来不来？我们家要留着卖高价，低于1块8我们绝不摘果。刘大叔想着果园里的10吨橘子，也同意了他儿子的说法。你让别人卖你吧，我们家不急着摘。有了刘大叔带头，其他村民也纷纷说让我别操心台风了，他们还打算留下部分不太红的，以后好卖高价，只同意把之前说好熟了的那些橘子卖给我。我一想，好言难劝，该死的鬼，他们既然不相信台风会来，就随便他们吧。然而这时，村长女儿李雪的一句话，直接让我怒了。我听说咱们这儿的果子在城里水果店能卖上5块多呢，大家真打算把果子都交给他吗？村民们闻言，一个个瞪圆了眼睛。刘大叔的儿子最先开口：什么？能卖5块多？这也太不公道了！难怪让我们把橘子都卖给他。什么台风来了？我看是借口吧，是他低价收购我们橘子的借口。我不卖了。你不卖，我也不卖，让他今天喊来的那些大货车收不到货。你们该不会以为什么橘子卖到市里都能卖到5块多吧？而且我这个批发商难道不需要赚钱吗？清洗、检测农药残留，挑选精品果，打上我公司的商标，再运输出去，还有路上的损耗，这每一样都需要成本。我将这些橘子卖到市里的商场或者水果店的价格也不过2块5，能卖出5块高价的并不是我。平心而论，我做了这么多步骤，只赚了每一斤7毛钱的差价，我赚的并不多，怎么也算不上奸商吧。我这个人最讨厌那些不分青红皂白的冤枉白，他就是白，黑就是黑，与其一直被误会，我喜欢开诚布公的把一切摊在明面上说清楚。为了证明我的话，我直接拿出了自己的出货单给他们看。我原以为这样一来就能平息村民们的怒火，继续与他们做生意，然而李雪是有备而来。还说不是黑心钱，一斤赚咱们7毛钱，20吨就是2万8，他收一次货就能赚我们2万8，可真黑。村民们一听这个庞大的数字，一个个脸上重新出现了怒意。这也太黑了！你把以前的差价都退给我们，否则以后我们的橘子都不卖给你了。你在搞笑吧？我是个商人，不是一个大善人，差价不可能退，我成本已经很高了，你不想卖就算了，不退撤价，那以后就没得谈了。我们就把橘子卖给别人，让你没钱赚。这句话正中李雪的下怀，她挑衅地看我一眼后，跟村民们说：就应该这样，村民们，咱们应该货比3家再卖。你们要是信得过我，我去喊人到村子里来收橘子，你们只要给我1毛钱的介绍费就行。我这才发现他是在这等着我，搞了这么一出，就是为了截胡我的生意，从中牟利。可是他也太高看他自己了，去哪里找批发商？去哪里找比我收货价更高的批发商？为什么这些橘子到了我的手里能卖高价？他知道原因吗？你说的轻松，20吨橘子送到市区，李雪，你知道需要多少运费、多少邮费吗？你只会纸上谈兵。我当然很清楚了，那能花多少钱？就问村民们，你们是听我的，等着批发商高价来收橘子，还是现在卖给他？你们自己做决定吧。见好几个村民犹豫着要朝我走来，他又加了句：再过上10天半个月，天气更冷了，橘子也就更贵了，你们那时候卖也行啊，何必急在一时？你懂什么？我差点直接骂脏话，但想着这些橘子关系到村民们的全年收入，我还是耐着性子跟村民们分析利弊。到时候价格可能是会上涨，可放在仓库里的橘子要是烂了，就什么都没了。而且台风可能会导致涨水，万一淹了各家的仓库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台风会不会往这边走还未可知呢，就是来了也不一定会涨水，你就是危言耸听。对，橘子还可以打药，打过药的放2、3个月都没问题。啊，那外面的批发商能给我们多少钱？我觉得至少得3块吧，肯定比金老板给的价格高。村民们一听能给3块，那可是翻倍的价格，一个个都因为李雪他爸是村长而信了李雪的话。李雪，先去我家收吧，我的5吨已经摘好了，
就等着带批发商去家里看货了。村民们完全忘了，他们原本答应会在今天给我送来20吨橘子的事，或许不是忘了，只是单纯的因为贪婪而变卦。而我并不生气，冷眼瞧着他们一起作死。还3块，批发商又不是傻子，给他1块钱1斤都算我输。老板，因为之前我们没有和村民们签下书面协议，现在他们都跑了，那等在村口的货车该怎么办？总不能让大车原路返回市区吧？那也太亏了。先让大车回去。他们不卖，有的是人想卖。我们去隔壁郑家村看看，就算现在马上和隔壁村的村民谈妥收购意向，马上摘也来不及装车了。再说，得做过农药检测的橘子我才能放心装。今天肯定是来不及了。安排好那2辆货车原路返回后，我们一行人出发去了隔壁郑家村。自从我们村的村民种橘子发家致富后，附近几个村子这几年也都在种橘子，品种都是一样的，不只是郑家村、李家村、泥沟村都有大量丰收的橘子，早就供过于求了。所以在村民们突然不肯卖给我的这件事上，我还真不怎么在意。往年想的村里的都是我的亲戚朋友，所以就没到外村去收橘子，先帮自家村子把橘子给卖了。但既然他们不领情，那我自然也可以和其他村子做生意，没有人情往来，做起生意来反而更好砍价。事实证明，我这种想法是对的。当我来到郑家村，郑家村的村长大老远就迎了上来。金老板，你怎么到我们村来了？你能不能也收一些我们村的橘子？好多都熟了。我就是来收橘子的。你们村还有多少橘子要卖？那就太好了，还有上百吨要卖。你买的多，还能给你便宜。请跟我来。因为今年橘子的价格比较便宜，隔壁几个省他们种的也多。我们村的橘子虽然种得很好，但因为批发商把价格压到3毛钱才肯收。除了零散的几个果农3毛钱1斤卖了一些，大部分的橘子还在树上挂着，村民们都快急疯了。3毛钱1斤，不知道那自认为很能干的李雪，到时候给村民们报出来的价，能比这3毛钱高多少？只要你们的果子好，并且农药残留检测通过，我将以1块8一斤的价格收购你们果园里的 A 级大果，和在我们村时的收购价一样。太好了，那谢谢金老板了。那些刚刚成熟、卖相一般的橘子，我们商量过了，愿意以1元1斤的价格出手。因为现在台风的原因，别给坏在地里了，到时候可真就白费了。没问题。价格比我们村还低5角，这让我一下子就松了一大口气。连夜让工作人员把用来检测的那些橘子样品送去市里检测农药残留。第2天一早，再拿到所有橘子都通过了农药残留检测，并且有几家果园的橘子甚至没有检查出农药的结果时，心里十分惊喜，这笔生意稳了。于是当天郑家村的村民们全民出动，帮着果农们摘橘子，把能摘的橘子都给摘了下来。大家热火朝天的忙着时，我喊来的货车也开进了他们村。一箱箱又大又红的橘子被装上货车时，金老板，多谢你，有了这笔钱，我老伴儿就能去城里看腿了。金老板，晚上留下来家里吃饭吧，我们杀大鹅感谢你。要不是你，我们这些橘子都得烂在地里。金老板，这每斤1块8的价钱，你还有赚头吗？其实能卖上1块，我都很高兴了。人与人果然是不同的，有些人只知道索取，有些人是知恩图报的。我很乐意帮助这些知恩图报的村民，并且自己也能赚到一些钱，何乐而不为？值得。村长，我打算跟你们签一个长期的收购合同，不知道你意下如何？我非常愿意，不过价格的话需要跟村民商量一下，毕竟是长期的事儿。价格你放心，我收橘子绝对不会比市场价低，但我也只要精品，而且要农药残留合格的。咱们可以先签一个5年的收购合同，价格的话暂定1块5，如果来年行情有变动，咱们再根据行情上下调整。你看这样行吗？那太好了，等下咱们去我家，我把果农都叫上，咱们一起碰一下合同细节。我相信大家肯定都100个愿意。好，你来安排吧。我在郑家村收橘子的举动，可能被我们村的村民给瞧见了。而我之所以要跟郑家村签订长期合同，也是为了以后可以更好的拒绝我们村的果农。1次不忠，100次不用是我做事的原则。这次事件好在没有给我造成太大的损失，但我也绝不会再从我们村收购一个橘子。之后的2天，村民在我家附近再遇到我时，看我鼻子不是鼻子，眼不是眼的。哼，听说你在本村收不到橘子，只能去隔壁村收货了，这滋味不好受吧？让你当奸商，活该！你高兴就好。我肯定高兴啊！看你这奸商赚不到钱，我就高兴。我晚上都多吃2个馒头，气死你！但事实上，王大妈并不高兴，她还有些着急，因为电视和手机上都在播放着台风即将登陆的消息。但被她寄予厚望的李雪却一直没找适合的批发商来我们村收橘子。想着这一点，她看我更不顺眼。你还有脸笑？大伙儿可都说了，我们的橘子以后就是烂在地里，也绝不卖给你这个奸商，只会卖给李雪妹子。随你们。我也不是非要收本村的橘子。
哎呦喂，瞧把你能的！要不是我们可怜你，给你橘子收，你在市里的生意早就做不下去了。这些年你买车买房的钱都是从我们身上赚的血汗钱。早知道你这么黑心，当初就不该把橘子卖给你。话可不能这么说，这些钱你卖给我的价格，但凡还能有第二人收你的橘子，我把钱字倒过来写，我是赚钱了，但那是我该赚的。我收你们的橘子，每次都比别的村的给的价格高，别不识好歹。呸！鬼才信你的鬼话！切，呵呵，你爱信不信。然后我直接转头就走。路过王大妈家的橘园时，我远远可以看到那橘园里硕果累累，挂满了果实。如果李雪能找到合适的批发商，估计早就给他收走了，还能等到现在。我倒要看看他们能嘴硬到几时，因为台风就快来了，到时候橘子还没收的话，就只能烂在地里了。而我在郑家村收的那些橘子，已经提前进入市区的各个渠道，很快就可以开始售卖了。这天，我路过村长家时，发现他家院子里围满了人，是本村的那些果农，他们站在村长家的院子里，一个个翘首以盼，盼着李雪快点帮他们卖橘子了，有热闹可看。我就偷偷躲在角落里看热闹。只见在村民们的叫喊声中，避无可避的李雪从他家里走了出来。已经在联系了，再给我2天行不行？都联系好几天了，我橘子都快烂地里了，什么时候能来批橘子？给个准话，不然今天饶不了你。就是饶不了你，我们因为你把钱老板也给得罪了，现在我们可把所有希望都放在你身上了，你可不能放我们鸽子，否则你就是逼着老头子我去死。我前几天看到金老板在隔壁村收了不少橘子，他能卖出去，你难道还没他有本事？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把他架在火上烤。情急之下，李雪开始撒谎了。谁说我不行了？我已经联系上一个批发商了，他下午就来。谁想卖，现在可以去摘1吨橘子进来放我家，我绝对能卖出去。1吨橘子对零售商来说或许挺多的，够卖好几天了，但对于果农来说这也太少了。但大伙还是为了这吨橘子先摘谁家的而争论起来，因为哪怕只有1吨的量，大伙也想争先卖出去。最后是王大妈凭着她曾经当面嘲笑过我这点，取悦了李雪，获得了这1吨的指标。可是想当初她把橘子卖我时，我哪次从她那里收的橘子会少于3吨？这1吨的量简直是在打发叫花子，亏这些人还当得宝。我听到这里没有继续待着，直接开车回了市里。我在市区的小洋房坐落在地势比较高的地方，如果台风导致涨水，至少不会被淹。我在小洋房里整理着刚刚从超市买回来的大量物资，此时应该已经把橘子拖到李雪家的王大妈给我打来了电话。我一时有些摸不着头脑，她这时候给我打来电话做什么？但想着至少是邻居，别闹得太难看，还是接起了电话。有什么事吗？金老板，之前是我的错，那个李雪就是个骗子，她喊来的批发商每斤只肯给5毛钱，她还让我给1毛钱介绍费，4毛钱1斤，她当收废品了。所以呢，你嫌价格太便宜没卖？那当然了，4毛钱1斤，我不可能卖给她。其实你应该马上答应的，因为台风即将登陆的原因，明天一早市区里的主干道就要封路，到时候什么车也进不了城，你的那1吨橘子自然也进不了城，只能等台风过去再卖，变数很大。可他给的价格还不如你给的1/3，他之前可承诺给3块的，他就是个骗子，你怎么还帮他说话了？看来你是真不知道行情啊！现在外面其他人收橘子大概也都是5毛钱的价格，你如果错过这个机会，就只能等了。听我一句劝，卖给他算了。不行，我不想卖给他，我卖给你行吗？1块钱1斤，我主动降价8毛，你看行吗？现在想起我，未免有些太晚了。我耐着性子跟他说：抱歉，我现在收不了。一个是台风即将来临，我供货的各大渠道已经暂停收货了，因为从明天上午起，各大商超、水果店都要开始放台风假，他们不可能任由水果放在店里坏掉，所以今天无论如何都要出货。二是我现在临时也没办法调动货车，冒着封城后滞留在郊区的风险去给你收区1吨货，而且我市区的工厂也已经放假了，没法洗橘子和做监测贴标签，所以我没有办法帮到你。你如果不想卖给供货商，最好的办法是现在马上拖去镇上售卖。说完，我不再跟他废话，说了句在忙后就挂掉了电话。那1吨橘子的最终命运如何，就看他的选择了。我能给的建议都给了。2个小时后，王大妈把她在镇上顶着寒风卖橘子的照片发在了村里的微信群里，然后把前因后果一说，群里顿时炸了锅。谁都没想到，李雪喊来的批发商给的价格居然如此低廉，一个个都对他失望至极。5毛1斤还要收我介绍费，他想钱想疯了吧？他当初是怎么好意思说多少货都能吃得下的？连1吨都卖不出去，给村民们一个解释！而此刻的李雪早就躲在家里装鹌鹑不出声了，因为她现在接触水果批发商以后，才发现这里门道可多了，并不是转手一倒卖那么简单。我能卖2块5，那是我的本事，而他出去出人出力，好不容易找回来的批发商，每一个都是压价的好手，他们恨不得以1毛1斤的价格收购那些橘子，根本不给果农留活路。连5毛钱1斤这一家，还是他费了大力气才找到的。他越是躲着不说话，村民们就越心急，尤其是在寒风中卖橘子的王大妈。以前他把橘子卖给我时，何时受过这种零售时一点一点去卖的？镇上那些人买橘子时不但要尝，有些人还小偷小摸，买1斤偷几个塞口袋里也是有，还有那种不停跟
跟他压价，让他丢掉零头的客人。一个下午下来，橘子是卖完了，但他一算账，发现他在镇上卖出的价格虽然是2元1斤，除去损耗也就1块5一斤的样子，还不如当初直接卖给我的价格。他此刻在心里恨透了李雪。回家的路上，他直接就在群里开骂了。李雪，要不是你多事，我的橘子早就全卖给金老板了。我用得着吹一下午的寒风才卖1吨橘子吗？你就是个祸害！其他果农在听他说完现在零售的行情后，纷纷也跟着着急起来。他们开始纷纷给我打来电话，想让我同意收下他们手中的橘子，但因为不想一个一个的应，我早就给手机开了飞行模式，确保他们的电话都打不进来。在群里冷眼旁观着他们十分着急却无可奈何的样子时，我的心里有些畅快的同时，又觉得这李雪自己没本事，却硬要揽着瓷器活，她以后在村里可能没有好日子过。第二天清晨，窗外狂风暴雨，而我坐在客厅里吃着丰盛的早餐，我手上的橘子都卖完了，仓库也清空了，工人也都喊他们各自放假回家了。我现在一身轻松。村民们可就不一样，他们应该十分着急，因为地里的橘子是不可能经得起台风正面摧残的。我想现在村里的橘园只怕已经因为台风的洗礼而惨不忍睹了。台风过后的泡水橘子是不可能上市销售的，那品相太难看，卖不掉的。所以现在还没摘下来的那些橘子，注定只能烂在地里。事实上跟我想的差不多，不少村民因为挂心自己的橘园，顶着台风天出了门去查看，然后他们把拍到的照片传到了村微信群。照片上不少橘子树都被台风拦腰折断，橘子落得满地都是，不少还泡在泥浆里，看着十分可惜。要知道，如果他们肯早一点摘下来卖给我的话，现在都该在家里舒心的数钱了。群里不少人都在为之惋惜，他们十分后悔没有听我的劝，把橘子都给提前卖了。但现在已经为时已晚，更让他们抓狂的是，到了晚上，台风带来的暴雨导致了村里水位上涨，河水倒灌，许多村民存放橘子的仓库都被洪水给淹了，损失更大，无数人心态都崩了。等洪水退去后，他们第一件事不是重建家园，而是去找李雪算账。你赔我的血汗钱，赔我橘子！要不是你说台风不会来，我们早就把橘子都给卖了。赔钱，树都倒了，仓库也全泡了，你要我老人家怎么活？村民们涌入李雪家院子，对着那大铁门一阵敲，但李雪根本不开门，还假装自己不在家。面对暴怒的村民们，他后知后觉的怕他们冲动之下会伤害自己，但装死是没有用。村民们见他不出声，直接抄起锄头把他家的门窗都给砸了个稀巴烂。装死是吧？李雪，今天不解决好，把他家给我砸了！村民们从砸坏的门里冲了进去，对上坐在沙发上正在玩手机游戏的李雪时，顿时怒不可遏。你还有心思打游戏？你是不管我们的死活了是吗？橘子你不给我们卖了，就是要我们的命！我才不想要你们的命啊！你们的命值几个钱？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办了！你们出去啊！你们这是擅闯民宅！小心我告你！你告一个试试看！大家伙把门堵了，今天没个说法，这事儿没完。我家孩子还等着卖橘子的钱看病呢。李雪被村民们吓得哼哼唧唧的哭了起来，双手都开始发抖了。你们这样逼我也没用啊，我能怎么办？你不知道该怎么办？你不是说台风后价更高的吗？当初你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拦着我们不让我们卖给金老板，现在金老板不收了，你要为你的行为负责。你不是信誓旦旦保证帮我们把橘子卖到3元1斤的吗？我那是胡说的，根本不知道收购价，我以为可以卖到3元了，谁知道他们最高也只出到5毛，还不愿意来。李雪缩了缩脖子，越说越小声。这也不能怪我。什么？你胡说的？一句胡说的就想推脱责任吗？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众人顿时神情都变得沮丧起来。他们中最大面积的果这次损失超过15万。对了，要不你们把那些泡水的橘子拖去果汁厂吧，那儿应该收。李雪又开始出馊主意了。村民们你看看我看看，觉得目前也只能这么办。结果他们派人去果汁厂边上一打，那果汁厂外排队的小货车都离地场。好橘子3毛1斤，泡水的才1毛1斤，这价格听得所有人都为之心凉。他们一合计，觉得还是我以前给的价格最公道，又一气跑到我家门前来堵我。金老板，你看我们那些橘子，你能不能给帮忙收了？还按之前的价格就行，实在不行，便宜点也行。你们都知道的，我不收品色差的橘子，而且我已经和杨家村还有附近的葛家村都签了5年的书面合同，他们会按1元1斤的价格持续为我提供每年200吨的橘子，我暂时不收其他橘子了。什么？1元1斤？是的，比你们给的价格便宜，质量也好，而且不会骂我是黑心肝的奸商，也不会突然反悔。金老板，咱们是一个村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们。而且什么？而且我们是被李雪那个女人给骗了。我们一开始都是要准备把橘子卖给你的，这也不能全怪我们。我从来没有怪过你们啊，我有说过一句不好的话吗？生意本来就讲究你情我愿，你们不想卖给我，我就去买别人的，就这么简单。可我们现在想卖给你啊。为什么？你不能不收，因为我们现在急用钱。现在晚了，你们的橘子已经不新鲜了，而且大部分还泡过药，你知道的，我是不会收泡过药的橘子。
你怎么能这样？当初咱们明明说好的，我们卖给你20吨，按1块8一斤的价格。你也知道说好的，那你们前几天为什么失信于我？我带着货车过来的时候，你们谁曾为我想过？你们一心想让李雪给你们卖更高的价格，还骂我黑心肝。现在的结果不是你们自找的吗？怪不到我1分钱。金老板，是我们有错在先，你就原谅我们这一次吧。实在不行，1元1斤我们卖给你，就当给你赔罪了。以后咱们好好合作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。你们现在的橘子在市场上大概只能卖到1毛钱一斤，不信的话自己去打听吧。多说无益，我已经跟隔壁村签了5年合同，他们不会失信，我同样也不会失信。说完，我不再理会他们，转身离开了。至于5年后，我也不可能收他们的橘子，因为我已经物色好了一大块地方。明年开春，我会挑选最新品种的优质橘树苗，种出自己的果园。那么5年后，就算杨家村的果农也跟他们一样，坐地起价，我也不用怕。与其期待别人，不如依靠自己。我有资金，有人脉，什么样的专家都能请来，不愁种不出好橘子，何必看他们的脸色？从我家门前离开后，彻底失去希望的村民们再次冲入了李雪家。这一次不只是吓吓他而已，他们为了挽回自己的损失以及报复，抓走了村长家的10几头大肥猪，以及30-40只鸡鸭，连院子里刚下崽的狗和狗崽子都没给李雪留下。等李雪和李村长一起回到家时，直接傻眼了。我们家门窗怎么又被砸了？我的鸡鸭呢？我的猪？我的狗呢？李雪懵了，李村长心疼的大喊起来。李雪在进屋看到房间里的模样时，爸，我们家的家具也都不见了，我们的房子被搬空了。肯定是那群村民，你简直是偷鸡不成蚀把米。村长见自己家被糟蹋成这样，想打死李雪的心思都有。爸，你怪我？要不是你纵容我抢金老板的生意，我何至于落到现在人人喊打的境地？我贪，你又好到哪里去？你怎么跟你爹说话的？反了天了是吧？我可是你爹。那咋了？如何？又能怎？伶人在矣。你什么你？原生家庭的痛谁懂啊？李雪冷哼一声，用力的将李村长一把推倒在地。李村长年纪大了，猝不及防被他这样一推，跌坐在地上时，半天都没能站起来。他颤颤巍巍的指着李雪骂：“你这个不孝女，我腰闪了！快去打120！”李雪以为他装的，等了好几分钟，见他一直没爬起来，才慢悠悠的去打电话叫120，顺便报了个警。那一夜村里热闹极了，听说不少村民都被带走调查，而且李村长因为摔断了尾，手术后直接瘫在了床上，村长的位置自然要换。李雪失去了村长女儿的头衔，村里人现在更加不怕他了，谁见了他都要骂上2句，谁叫他耽误了全村的发财之路。至于那些打砸他家的村民，被抓了没几天，因为证据不足又给放了回来。但这样一来，他与村民们的关系更差。没多久，他就因为被村民们挤兑的没法生活，于是卖了自家的老宅，带着他爸到城里租房子过日子去了。而村里人见了我，都会笑着跟我打招呼，他们期盼着我有朝一日再跟他们买橘子。直到5年后，我自己的橘园开始丰收，看着我种的新品种橘子因为质量好，多次被媒体报道，甚至我的橘子还卖到了海外，每斤价格更是高达10几元时，他们后悔不已，但已经于事无补。他们这辈子注定只能贫穷下去，因为名声坏了。现在他们的橘子哪怕种的再好，都只能烂在地里。谁会跟没有诚信的人做生意？而我因为橘子卖得好，已经在迅速的扩大规模了。我未来的愿望是在10年内，让我的橘子产业做成上市公司，让这些骂我黑心的村民们望尘莫及。